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喽，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突破困境，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传讯跟提醒哦。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哦 ，Checker。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们看到这一张牌啊，有一个蜿蜒的河流哦。这个河流啊，在红土的一个峡谷中间，那它的翠绿的这个颜色跟周遭的这个地形地貌，跟这个陡峭的峡谷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觉得这个也验证了大家的一个状态哦。可能你就觉得你生活很像是一个这样子蜿蜿蜒蜒的河流，而你的周遭就是两旁好像都是陡峭的崖壁，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啊，其实你们是非常专注的在寻找什么呢？可能在寻找一个成功的公式、翻身的方法。有些朋友，你可能在反复的分析过去的失败，或者是说在目前现实的状态中，你试图的我要找出一个怎么样子能够去成功的模式，所以这样子追踪的一个能量其实是非常耗精神的。我觉得你可能在找一个指标，在找一个路标，你在找一个方法，你在找寻一个系统，你在找一个贵人，你在找一个能够让你安心的一个讯号。有些朋友你会因为一点点的这个新闻啊、讯息啊，或是风吹草动，就感觉到焦虑，可能很害怕自己走错了路，或者是说害怕自己错过那个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好，
那这张牌也提醒大家，就是宇宙要给大家的提醒，其实你们身上有很专业的能量，但是除了低头去找寻、低头的去看地面的脚印之外呢，你们也可以去抬头看看，在这个峡谷之上辽阔的天空。因为有时候太聚焦在脚下的那一点，你的视野可能会变得狭窄。其实这一条这个翠绿的河流代表着大家的一个潜意识。你们的潜意识一直在流动，但你们可能试图用理智去监控这个水流的速度。那这张牌出现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想要抱抱你，因为感觉上你们的身体你们的心灵的状态很紧绷哦。宇宙想要告诉你，你们已经找得很辛苦了，有些朋友其实你已经接近，你已经捕捉到成功的讯息了，你们不需要再时刻的去绷紧你的神经哦，因为你们知道吗？这条河流它最终会汇入大海，所以你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走得更快，而是抬起头去确认一下这个旅程呢是不是你想要的。你们并不需要更努力的去找到答案，而是允许答案来找你。当你们放松了那个一定要去搞懂一切，一定要去抓住一切这个想法，你们的视野会重新打开，你会看到那个原本被忽略的资源、机会，甚至是贵人。好，这个呢是第一张的验证牌哦。好，我们来到了第二张验证牌。当河流流出了峡谷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视野哦。这个天空被夕阳染成了不一样的一个琥珀一般的颜色。我们看到巨大的石柱，它竖立在荒野中。它在做什么？我觉得这张牌好像在进行一场很安静的跨越千年的一个冥想。这一张牌其实直接验证了第一组朋友你们内心最深刻的一个孤独感，还有转型期。很多的第一组朋友你们可能最近感受到一种疲惫或是疲乏的一个状态。过去那个让你觉得很快乐的一个聚会的一些环境，现在你可能会觉得想要去避开，或是觉得有点吵闹，或是你以前曾经很用心追求的目标，也许现在看起来呢，你其实没有那么样的热情跟动力。我觉得这张牌Vision Quest，这个能量其实代表说大家你们的灵魂正在进行一场断舍离。在古代它很像是一场成年礼，就是年轻人必须要独自进入到荒野中，带着内心的渴望去等待上天的一个启示。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也在经历人生中的某一种断裂，它可能是关系的结束，或是开始，或是一个职涯的转换，或是价值观的一个崩解之后重建。你站在这一片荒野中，可能你看着夕阳落下，心里也许会有一种莫名的空洞感。但是其实仔细看一下牌面虽然呢太阳要落下了，夕阳代表结束，可是它也预示着夜晚美丽的星空即将到来。所以其实你们现在这些孤独的声音它是为了让那些不属于你的声音安静下来。这组朋友，我看见你们确实在寻找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一个能让你的灵魂感动战斗的一个目标，它可能不见得是世俗定义的一个成功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它其实在告诉大家如果你最近感觉到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并不是因为你失败了，而是因为你正在进化。你在这一片神圣的荒野中去等待那一道真正属于你的天启光芒。这个过程虽然寂寞，但是它是在你们梦想成真之前很重要的一个灵魂的清空的过程。好，这两张牌是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下去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解牌的一个环节。好，我们现在的这张牌是这个 Dance 舞蹈这张牌
这张牌啊很漂亮，我很喜欢哦。画面中这个紫色长发的女神，她在星空下翩翩起舞。然后注意一下，她身旁啊有2只守护的猫头鹰。这张牌在讲什么呢？我们前2张牌讲的是寻找、追寻，还有等待。是一个比较静止或是压抑的能量，但是来到了舞蹈这张牌，请大家动起来。宇宙想要跟你说，如果你们过去是用匮乏的频率来控制你的生命的话，舞蹈呢，它的频率是丰盛的，所以接下来你们的能量要转变成丰盛的能量，要进入到丰盛的能量了。大家看一下牌面上的这个舞者，他是闭上眼睛的，他并没有在刻意的去展现他的肢体，或是去表演给谁看哦，他只是在享受生命流经他的身体。而这2只猫头鹰，它们代表的是智慧跟暗处的力量，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显化的逻辑，就是猫头鹰它们并不追逐光芒，它们在黑暗中去进行精准的猎食。当大家你们感到很焦虑的时候，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可以去劳动你的身体，或是去跳舞、去运动、去动起来，或是为了生活当中每一个小小的美丽而鼓掌而旋转。这样子的话，你的能量场会从一个祈求者变成吸引者。猫头鹰同时也代表了机会、贵人跟财富，它会被你们这种稳定跟喜悦的频率所吸引，主动的盘旋在你身边。所以呢，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你们的愿望是靠着你的身体、你的细胞快乐起来共振出来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此时此刻，你们可以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不带任何目的的，纯粹就是让你觉得我感觉到很快乐，所以我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呢，就是大家开启愿望大门的一个密码哦。好，来看一下下面的牌 Insight。 好，这一张牌呢，它的能量很神秘而且很强大哦。在画面中我们看到一个戴着乌鸦面具的人，他在跟一只乌鸦好像在讨论或是对视。那他的身后啊，有一只半透明闪着灵光的白鹿，悄悄地穿越森林来到他的身边。所以这张牌预言了大家愿望会实现的一个形式还有深度。也就是说啊，其实你们心中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但是它成真的方式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方式，而是一种有关于奇迹式的对接。好，牌面上的这只乌鸦代表说大家过去累积很多很多的经验，甚至是那些有关于被打击、被放弃、待在黑暗中、待在那个灵魂暗夜中的一些学习心得，或是一些教训，上了的那一刻理解了的人性等等的。那这个白鹿啊，是大家的一个神性的引导。当你学会了前一张牌的这个舞蹈，释放你的身体，你的直觉会变得非常的敏锐。你们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懂了，这个就是 insight 的力量。它可能是在某个清晨哦，你突然了就看清楚某一个人的真面目，突然就弄清楚某一个致富的方法，或是突然的想到一个能够解决困境的一个很绝妙的点子。这个洞察它会像一道闪电一样，瞬间的接通你跟宇宙的连线。所以这一张牌它已经预告了大家所追求的那个愿望，它的解答一直藏在你的直觉里面哦。只是以前可能因为焦虑去遮蔽了它。那你除了有这个懂了跟直觉之外，很重要就是你要行动，你要把你知道的、体验到的，还有了解到的，通通去行动出来。接下来你会发现，奇迹会进入到你的物质世界中，
你们不再需要像第一张牌这个很努力的去追踪，因为大家已经成为了森林的主人哦。你们一定会实现你想要的愿望，你们会有心想事成的能量。只要你保持内在的一个清透跟洞察，其实宇宙会来为你的梦想服务。而且这不是只有一个愿望，它去美梦成真，它去实现。这张牌更是关乎于大家生命主权的一个归位哦。好，所以这2张牌啊，其实告诉大家，请大家停止对结果的一个过度的执着，开始享受整个过程的律动。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能量场是一个僵硬的、防守的，就请用跳舞的能量去打破这一个僵局，去爱自己，去跳舞，去大笑，去运动，去让你的身体感到快乐，所以你的频率啊也会因此而改变。宇宙想要告诉你，你要去进入到一个放开来的喜悦的状态，这样子你渴望的机会会自动对接到你的频率上。然后呢，这4张牌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家从一个苦苦的支撑，然后到华丽的绽放的过程。好，当大家排解了身体上的压力，你们心灵的一个天线自然而然的会接通，你们的愿望会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实现，去开花结果。可能是无意间听到的一句话，或是看到的一个影片，或者是一个讯息来到你的面前，会让你瞬间的开悟，或者是说你以前所看过的书、听过的讯息，在某一刻突然的你想通了，你融合了，你理解了，你知道说原来我应该这样做。白鹿是大家灵魂最深处的一个神圣的指引哦，它带着你的愿望从潜意识的森林里走出来，所以大家你们不用再去追寻它，你们只需要保持灵魂的清透，等着这只白鹿的靠近，等待奇迹降临。我们继续呢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为大家深入解说宇宙的一个提醒哦。我们接下来看到这张牌是权杖10。好，哇，第一个要给大家的好消息就是，你这辈子最累的、最喘不过气的那段日子啊，已经要结束了。大家看一下牌面上这只睡着的小狐狸，它身边的10根权杖已经整齐的放下了，代表说大家的好运是从释放开始的。你们不用再去扛这么多的压力跟责任哦。长期以来，某一个压在你身上的这个沉重的项目，或者是一个沉重的事件呢，它会圆满的结束，或者是说呢，让你觉得很心累的一个责任任务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会有人来替你分担。大家你们会感觉到一个久违的轻盈，有一种哇，我醒来就是无忧无虑的，我没有什么要烦恼，没有什么要担心，无债一身轻的这种自由感，这个是大家实现愿望的第一个基石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我们一连来到了2张，出现了2张圣杯牌，一个是圣杯一，一个是圣杯皇后。所以呢，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对应到的好消息啊，它其实是跟情感的显化有很明显的一个关系哦。好，圣杯一啊，大家哦，你们心里可能有期待、感情，或是某一个心灵的寄托，或是某一个你想要让你重新的感觉到被关爱、被捧在手掌心的这种感觉，这样子的连接即将出现了，或是你可能会把现有的一个关系推展到进入到一个很甜蜜爆表的一个阶段。那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啊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你散发出一种温柔自信的能量，所以呢，你来到了一个好像不管做什么都很轻松、心想事成的一种状态。你们就像圣杯皇后中的这张牌哦，戴着一个很精致皇冠的松鼠，
神态自若的坐在这个水边。那它旁边呢，有丰盛的这个松果。你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啊，最后会以一个很优雅、毫不费力的方式来到你面前。而且你们一直渴求的那一种情感的渴望，那个连结会获得一个最顶级的圆满。有些朋友，如果你一直在寻求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或是希望某一种破碎的关系能够修复的话，其实圣杯皇后它是一个很好的定心丸，就是那一个能够读懂你所有脆弱，能够包容你情绪的人，他其实已经在路上了。或者说有些朋友，你们即将进入到一段可以被宠爱成像这个皇后一样的关系的这样子的状态。你不用去猜测，不用去讨好，因为圣杯皇后她的能量场就是爱跟被爱。你会发现其实对方愿意奉献很多，或是做很多来为了你，来讨你开心，或是来跟你在一起，因为他觉得你身边的这个能量是信任的，他跟你在一起，他为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辛苦，不是埋怨，而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你们的直觉啊，它也会变得非常的一个精准，你不再需要用脑袋去算计，你们只需要用心去感应。你们实现的这个愿望啊，它不单乎只是一个感情的连接，或是一个物质上的这个存款上的数字的状态，而是一个我觉得它可以让你终于放心下来，终于安心下来的一个归属感。有些朋友你会收获一个很漂亮舒适的家，或者是一个让你觉得内心平静可以长久持续下去的一个工作。你们过去所有的心碎不安跟委屈，都会在愿望成真的这一刻被圣杯中的甘露洗涤殆尽，所以大家不用再担心了。这个是宇宙想要给你们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讯息哦。好接下来也是圣杯牌，我觉得你们的心是真的很需要好好的被疗愈，所以宇宙一直给你们这样子的滋养的能量哦。圣杯3，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啊，你还有你周遭的这个连结啊，这个圈子啊，会接二连三的传出很多的好事情，有点像是你有好事情，你的家人的小孩，或是你的另外一半的爱人，也是有好消息的。它是一个接二连三的好消息，一种繁花盛开的一个庆祝的状态。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收到一份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或是晋升的公告，或者是某一个难关攻克之后的一个庆功宴。而且大家你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我看见你身边的人会跟你同心协力去完成某一个梦想，或者是在某件事情上你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围绕着你，为了你的成功举杯庆祝。它有一种被群体接纳、被群体祝福的一个幸福感，这种幸福感会填满你之前的一个孤独。好，我们看到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很好的一个祝福哦，它是太阳牌，太阳牌的能量作为收尾。它是一个最霸道、最直接的好消息，拨云见日，迎来绝对的成功，绝对的压轴。大家你们想要的愿望，宇宙已经盖章通过了。不论你之前的处境多么的绝望，多么的灰暗，多么的迷茫，现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已经翻篇了，就像牌面上这个衔着玫瑰的鸽子一样，你们会带来胜利的成果，你们会穿透所有的乌云哦。这张牌是雨过天晴的能量，它代表的是一个绝对的明朗化。可能有些朋友有一些困扰你很久的一个官司、情感的问题、债务的问题、健康的状态、暧昧不明的一个状态、暧昧不明的一个连结哦，会在近期
得到一个最有利于大家的结果。你们会站在阳光下接受众人的一个注目，或是鼓掌，或是尊敬。我觉得它不单单只是愿望成真哦，这是关乎于第一组朋友一次华丽的一个转身。所以这个也呈现了大家愿望成真之后的终极的状态。你不需要再奔跑，因为你想要的一切都会奔向你而来。这个是宇宙给大家一个很温柔也是很笃定的一个承诺。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了。如果你想要给自己一个礼物，或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的话，欢迎加入这门课，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牌卡是如何可以去帮助你的人生进行翻转。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有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苦尽甘来，你们的人生要翻篇了，宇宙呢要传递什么讯息给大家哦？首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验证牌，你们最近的能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到这张牌是药袋 Medicine Bag， 这张牌在讲什么呢？你们过去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潜哦，这些你所经过的压力、委屈，甚至是有一些让你不理解的挫折、打击，或是被欺骗、被背叛，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白费。你们很像是在山里面采药的人，你们所留下的每一滴汗水跟眼泪，最后都变成你袋子里面的一帖良药。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在事业上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且你们好像拥有一个工具箱，这个工具箱是有很多的武器可以拿来使用的。有些朋友在感情或是心灵上，我觉得你已经从过去的那种伤痛跟痛苦中走出来了，而且也提炼出属于你的智慧。你们不再那么容易被其他人的情绪所带走，现在的你拥有自我疗愈，甚至是疗愈他人的一个能量。你们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灵魂的碎裂。有些朋友你是觉得说你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剥夺了，可能是金钱、地位或是健康，有些朋友是某一种关系的断裂。好，但是再看一下现在这张牌哦，这个药袋里面是装有圣物的，这些圣物是需要从采集、曝晒、磨研这些一道一道的过程才能够形成这个药方。所以我看见其实这组朋友，你们已经把过去那些受害者的状态，那个碎屑亲手缝补成你们力量的这个行囊。现在的大家其实有一种冷静的强大，这个强大并不是大声的张扬、大声的嚷嚷，而是当问题再次出现，相同的状况、类似的状况再次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你自己能够优雅的从你的药袋中去抽出一帖药，一个解方，优雅的去面对它跟解决它，再放下它。你们不会再去问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到我身上，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为什么是我受苦。因为大家已经明白过去的苦难有点像是让你通往专业或者是某一个觉醒之路的必经的这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牌西方的这个守护者。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转折、收割，还有阶段性的一个圆满西方对应的是秋收跟日落，这也代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生命中
那一个最艰难的篇章啊，其实已经进入了倒数计时了。你们正在命运的一个交接处，你们现在啊，身边的环境正在发生一种太旧换新的能量。那一些不适合你们的关系，那一些消耗你们的工作的模式，它们正在像落叶一样自然的掉落。这个呢，是为了腾出空间，让奇迹进来。也就是说，慢慢的大家会发现，有些事情啊，其实你不再需要苦苦的去哀求，反而是静静的、顺理成章的，就成功了，或者就有了转机。这个就是西方守护者带来的讯息哦。太阳即将落下，而你过去辛苦耕耘的田地已经准备好要让你们收割了。所以呢，你们袋子里的药方代表了你内在的实力，正好对应到这个季节的收获。也就是说，内外都是一个很好的合一，内在的实力跟外在的时机都来到一个对你恰恰好适合的一个时间点呢。好，那如果说你们过去觉得自己的生命啊，好像被迫去做了很多一些不属于你的，就是不该你担的担子，或是处理了不属于你应该处理的事情，烂摊子，或者学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或是有些朋友是经历了某一种专业上的停滞跟觉得很闷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你们过去的制药的过程，你们经历了这样子的过程，是为了提炼出什么？这一组朋友，其实你们能够来到这一组牌的能量，是因为你们的药袋已经满了，你已经拥有那种别人拿不走，而且你能够去应对一个最坏状况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哦。好，以上啊就是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有符合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来听听看宇宙给我们的讯息。接下来我们来到这张神谕卡是 Trust 信任。这张牌呢，代表从3维的挣扎，我们要进入到5维的一个神圣的托付了。这张牌对应到的一个能量是因缘具足，止息妄想。好，你们在3维世界里，可能过去拼命靠着努力去解决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说，好像我越用力，我卡住的越深。而牌面上这个女子啊，哇，她闭上眼睛，她躺在兔子的毛茸茸的身上，它是一种自信清净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们如果现在经历的是停滞，请不要把它解读成失败，是命运要让大家暂停。暂停是为了重新校准方向。很多人都会把停下来视为退步，因为觉得我没有在前进了。但其实有些停顿啊，是为了让灵魂去赶上脚步。有的时候人生最深的转机不是往前冲哦，而是在被迫停下来的那一刻，当外在的世界暂时沉寂，你内在的答案才会去浮现。所以在5维的意识中，事情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显化出来的。这张牌也在告诉你哦，也许你最近会遇到一个你不得不去停下来的巧合。你可能是暂时的生病，或是原本的计划被打乱，或是出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让某件事情突然延后。但是请先不要急着愤怒哦，因为这个未必是一个阻碍，而是宇宙要让你强迫进入到一个信任的状态。也就是说，有些在生命当中看起来像是失控的事件，其实是更高的视角要替你避开一个更大的错误，错的路、错的人跟错的时机。还有这一组牌啊，这个信任还要信任什么？这边还有一个能量哦，就是你们会去找回你灵魂的遗失物，就像经文所说的，失丧的他必寻回。有些朋友最近哦，你们就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你可能会去想到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梦想，或是重新的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
或是再次遇见某一个重要的人事物，这一些都不是偶然，而是你生命正在收回散落的能量。那一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事物啊，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他们只是在等你成熟之后，再次回到你的生命里发光。接下来呢，有些朋友可能会经历一段环境的真空期，你可能会感觉到，周遭好像突然安静下来了，社交圈啊，有一种讯息变少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些朋友，你可能是主动的去把自己隔离起来，或者是有些朋友你会觉得，世界变得好安静。这其实是一个讯号，代表旧的能量正在退场，新的频率准备进场。这个真空啊，并不是空白，而是宇宙在替大家做一个清场的动作。好，来看到 Inspiration， 哇，这张牌是灵感哦。我们接下来啊，就要进入到接收五维新世界的一个下载的讯息哦。当大家不再用三维的焦虑去对抗生活之后啊，这个灵感的这个能量就会发生哦。你们会自动的去下载来自高维度智慧的一个破局方案，也就是说，你们会从一个比较硬撑的状态进入到顺流的情况。当你的心安静下来之后，答案自然会出现。很多人拼命的在找路，但是不知道真正的路，它其实是在安静之后，在你的心安静之后才看得见。好，具体有什么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哦？看一下这张牌哦，有出现的小动物有鹿、天鹅。鹿跟天鹅啊，它象征着平等而且是纯净的这个跟你同行的人。也就是说，你们会有来自同辈贵人的一个点火，你们的转机啊，可能来自于朋友、同辈、同圈层的人，当然不一定很高调，或是拥有一个非常这种高傲的一个头衔哦，但是他可能会在某一个自然的时刻说出一句话，让你瞬间的醒过来，或者是说他的一个资源，或者说他的一个牵线非常大而有力的帮助你。他们的出现呢，会让你去明白，或是去点醒你，其实你们本来就是有翅膀的，你们本来就是有能力的。好，在五维世界中啊，这张牌啊，其实不是叫你苦干实干而是请你去执行那个让你有感觉，让你眼睛发亮，让你内心有火的那个念头。它可能是一个内容创作，一个副业，或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或者是一个你拖很久没有完成的开始。命运很多时候并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当你感受到召唤的时候却没有开始。所以当灵感来了的时候啊，除了接收下载之外，很重要就是你要开始。好，这张牌啊，很大的一个能量就是太阳。太阳代表财富跟丰盛的流动，太阳的光芒灌入顶轮，代表大家的匮乏意识正在转换成丰盛的意识。你们呢，很可能会突然看懂某一个财务的漏洞，理解某一个赚钱的模式，或者是发现这个新的收入的入口。这并不是靠蛮力，而是靠丰盛思维跟视角的提升。当思维提升之后，同样的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但是你看到的机会会完全不同。好，所以呢，大家你们现在的痛苦啊，可能是因为你正在处于一个维度跨越的阵痛期。这两张牌的联动其实很清楚，你透过信任关掉对旧世界的防御与恐惧，接着我们透过灵感这张牌开启新世界的转化跟机会哦。所以很多人以为苦尽甘来是外在世界突然的变好，但其实你们的能量是你先变了，世界才开始变。所以奇迹呢，它并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当大家改变频率之后，早就存在的可能性会自动的向你们去开门。好，接下来呢，大家我们进入到塔罗牌的部分哦。第一张牌对应到的就是恶魔牌。这个是命运破局的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哦。
这张牌出现呢，其实是在验证大家之前之所以卡在谷底的一个原因哦。你看这两只狐狸被藤蔓缠绕，代表说大家之前可能处在一种明知道有毒却离不开的环境或是惯性当中哦。接下来啊，这种能量啊，这个吸血的黑洞啊要被铲除了。大家你们会突然灵光闪现，或者是瞬间清醒哦。你可能会突然对那个一直情绪勒索你的人、消耗你金钱的人彻底的无感，然后你决定有些事情决定不忍了，不再去忍耐了，你可能会去拿回本来就是属于你的钱啊，或是被侵占的时间啊，或是种种的东西，你会主动的去拿回来属于你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大家会去找回你可能觉得遗失很久的一个尊严跟底气。当大家停止去喂养这些错的人事物的时候，财运它就会真正的回到你们的身边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愚者的一个能量哦。好，接下来星入已经来到大家的面前了，它呢不单单是冒险，也是一个出口。当大家断开了恶魔的锁链之后啊，愚者轻盈的小鹿就跳了进来。很多朋友看到新的机会啊，可能会想说啊，我现在这个状况可以吗？会不会太晚了？万一失败怎么办？但这张牌想要回答你说，太晚的从来都不是年纪，而是一直都不开始。大家你们接下来的路啊，可能不见得是一条你熟悉的路，但是绝对会是一条让你活过来的路。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收到不同领域或是一个你没有想过的机会或是邀请，那你可以因为这个机会跟邀请去试一试不一样的一个新世界。只要你愿意去跨出这一步之后呢，意外之财啊也会透过新的管道去显化。好，接下来看到的是权杖三哦，哇，这一张牌啊，狐狸凝视着远方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讯息哦。你们有了盼望，而且你们看见了远方的希望跟路。之前的你啊，可能眼前啊专注在现在此时此刻就是被缠住的这些藤蔓，还有我要处理的账单啊，这些小孩的教养啊，或是一些家庭的纷争啊、责任啊，然后工作上没完没了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大家的目光开始转向了，你开始看见了可能性、新的收入、更宽广、更不一样，以及更令你心动的生活的方式。大家你们会收到来自外地或是网络的一个正向的回馈。有些朋友，如果你在等待合约、在面试，或是在等一个异地的消息的话，这张牌非常的想要去鼓励大家哦，因为丰盛正在渡海而来找你。当你开始看向远方，命运就再也困不住你了。我觉得你们会开始去明白，其实你想要有资源，想要有这个底气赚钱啊，其实不需要这么的辛苦，只要你站对位置，风自然而然就会吹过来。这是这张牌想要传递给第二组朋友你们的讯息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连接到的是宝剑皇后。这组朋友，你们很聪明，很清醒，你的理性脑终于回来了。这张啊，戴着皇冠的乌鸦，这张牌一出来，我觉得你就会变得更加的明确跟清晰啊。你找回了你这个理性的脑。可能有些人因为过去可能因为感情啊、恋爱脑啊，或是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时候是迷失了，或是被蒙蔽了。现在呢，好，你们要脱困了。很多人过去其实会跌跤啊，不是因为你们没有能力，而是你们心软，你们顾情面。你们怕冲突，你们或是在某些人面前啊，你会委屈跟退让，你们绝对不是没有能力的人。但是这张牌一出来，我觉得你的理性回来了，你会变得很
很清楚很明白谁值得留在你身边，谁现阶段应该要隔离，或是根本就再也不要相见比较好。哪些事情啊应该要一刀两断的结束哦。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会成为你自己的贵人，快刀斩乱麻。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是，除了你之外呢，你们生命中还会去出现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个性比较强硬，说话不见得很好听，但是他也是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专业跟理性的一个贵人来到你的身边。他可能会帮你去切除掉，一刀斩乱掉一些模糊的这种灰色的一个地带，或是处理一些繁杂的行政啊或是法律文书方面的一个东西哦。清醒啊是大家接下来生命一个很重要的财富宝贝，你们会找回你的主导权跟裁判权，所以你们有一份就是威严存在，不怒而威，你也不愿意再受委屈了。这样子的能量啊散发出来，其实会让一些原本是想要去占你便宜的人，或是想要去看一看有没有甜头的人，自动的去退散。好，来看一下最后的牌哦。最后的牌，我们来到了战车哦，哇，这一次真的动了起来哦，加速前进的小鸟。好，这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并不是怕辛苦，也并不是说，就是没有能力。前面说你们有能力，你们也不怕辛苦，你们怕的是说啊，我就算有能力，努力也做了很久，但是命运却没有眷顾我，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所有卡住的局要动了起来了，工作动起来了，财务动起来了，甚至有些卡住的感情跟搬迁的计划都要开始成局了。那一些可能被你被外在环境或是被你自己心里拖延宕很久的事情呢，未来会在短时间内全面的疏通，全面的通车。所以这张牌代表不只是大家心情的一个好转、开心跟快乐，还有一种物理上的迁移跟移动。你可能会离开一个快速的离开一个让你觉得不舒服或是想要告别的旧的环境，全速的进入到一个新的跑道。所以我看见这5张塔罗牌它其实揭示了一个很强大的生命的能量。你们会先清掉错的人，然后去连接到新的路，还有你们会先找回你自己，然后呢开启另外一个新世界。那如果这组朋友你最近一直有那个我很想要离开现在的生活，我想要赚更多钱，我想要断掉一些纠缠的人，这些并不是冲动，而是你的灵魂正在催促你升级。你们现在的不舒服并不是因为生活要变差了，而是命运正在帮你更新版本。所以呢，这组的朋友奇迹就在眼前哦，只要你们现在开始信任你脑海中的这个灵感，并且实际的去把它执行，实际的去动手做，那这5张牌好运的塔罗牌都是属于大家的。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了。如果你想要给自己一个礼物或是一个机会的话，很欢迎加入这门课，看一看可以用牌卡怎么样子去帮助跟翻转自己的人生。好，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苦尽甘来，你们即将迎来的幸运时刻。那第3组的朋友，首先呢我们一样对应一下你们这一组的一个能量哦。你们的验证牌是这张牌，回应召唤哦。好，这张牌我们看到有一道彩虹出现在暴风雨过后的一个海面上。这张牌它其实在验证一件事情哦，你们最近或者说过去的几年当中可能经历了一场幻灭。你可能投入了很大的心力、热情去帮助别人，或者去经营某一个关系或者是事业，但是最终的结果却让你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跌破眼镜，跟你想的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朋友你是
你会发现曾经啊，你很尽心尽力去帮助的人，但是这个人呢，他在利益跟金钱面前呢，既然呢反咬你一口，竟然成为你的一个迫害者，或是想要把你当做肥羊，一直从你身上捞东西。那这整个过程呢，它其实就是你们的召唤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个背叛啊，这种经历啊，它并不是为了打击你，而是命运在帮大家进行一次强制的灵魂升级的考试。很多时候啊，更深层的这个成长啊，来自于你看清一个人，看懂一件事情，或者是认清人性，学会如何止损。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中，他并不是来陪你走一辈子的，他只是要让你去学会如何去辨识人心人性。所以呢，如果你长期啊经历着失望、心寒、被辜负，请不要把这样子的状况当成只是倒霉而已。宇宙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你要升级了，你们不能再用旧的眼光去看人了。有的时候你们内心啊有一种善良，这个善良会让你造成一个习惯只要你够真诚，对方就会感受得到，或者说再帮他一次就好了，他最后应该会改吧。但其实啊，现实的生活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感受不到，或是感受到了他也并不在乎。所以如果你们的善良没有界限，就很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或是说你的包容如果没有原则，就很容易被别人拿来去测试你的底线。所以这张牌啊，我觉得其实也在提醒大家，我觉得你们慢慢的学会了，真正成熟的善良是带着智慧的，真正高级的慈悲是懂得筛选你身边的人，而且你要首先是要对你自己慈悲。你们以前可能太过天真哦，以为只要你帮过的人，理所当然在你自己有需要的人，他们也会来帮你。但是现实啊，却狠狠的打了你一巴掌。同时，这个觉醒也想要告诉你说，其实有些人的人性很难改变。这个召唤啊，就是要停止去跟这些恶人恶事纠缠，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去质问对方为什么背叛，而是冷静的承认说，好，我选错了同伴。所以这张牌啊，要回应的是你内心的声音哦。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是去找那一些你曾经帮助过的人，而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他已经被验证过，他是有善良的本性的。这些大佬啊，这些前辈啊，是值得留在你身边的人。当你学会了能量筛选之后啊，你们就已经站在翻身的起跑线。所以大家不要再执着去感化那些没有办法感化的人，或是已经利益熏心的人，不要再去想办法去感化他们。好，这是第一张牌的能量。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牌。好，第二张牌叫做受伤的这个疗愈者。好，伤痕啊，其实是我们拿回主导权的一个最高的勋章哦。这张牌啊，一样哦，有漂亮的一个瀑布，还有夕阳。这张牌的景象很美哦。它对应到的能量是你们内心的一个强大，这个强大是经过淬炼之后的强大。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真正的疗愈者，你们即使带着伤痕，你们仍然是在发光的。这张牌呢，要传递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哦，你们是受过伤的人，但同时你们也是因为受伤之后开始长出力量的人。这个瀑布啊，它象征着情绪的冲刷，夕阳呢，象征着旧循环的结束。我们看到光线穿透水雾，代表说其实你心中所想要的答案已经慢慢的在出现了。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但你绝对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你了。
好，真正的翻身啊，你们真正的翻身跟成功啊，是从不再努力的去证明自己开始。很多人很痛苦，是因为他心中还想要报复，想要向伤害自己人证明说，你看我很好，你错过我是你的一个这个损失，没有你我也会很成功，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好，但其实这些念头啊，本质上仍然是被对方所绑住的。所以我看见你们真正的翻身，真正的自由是，其实你根本就不在意对方有没有后悔，你不再需要谁来认可你。这样子的情况啊，其实大家的人生啊，会来到一个不需要靠伤害你的人来定义价值的一个位置。接下来呢，我觉得这2张牌结合啊，也让大家有了更加的辨识人心的一个智慧你们会看清楚一个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会在他的行动中暴露。有些人嘴巴讲的感恩的话，但他的行为很自私；有些人的话不多，但是他却会在你受伤的时候、低谷的时候伸出援手。所以呢，我觉得这2张牌啊，也在教大家如何看人，就是这个人他得力的时候，他占上风的时候是怎么对待其他人，这个人失意的时候他又是怎么对待其他人，以及你低潮的时候他是怎么对待你。这一些行为啊，其实会比任何的言语都更加的真实。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你们看人会越来越准，说话会越来越稳，你们会开始做一些真正值得的决定。这个就是这个疗愈者真正的力量。你们受过伤，你们看见过最深的黑暗，但你最终呢，选择发光。好，那如果你觉得这2张牌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我们就赶快继续听下去，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跟指引Patience。 好接下来啊，第一个指引是耐心。耐心是什么呢？要请你等待，就是要先稳住之后呢，再出击。因为啊，很多的朋友第3组，你们经历了前面2种状况之后，你可能会很急，我要赶快成功，我要赶快赚到很多钱证明自己，我要赶快找到新的机会去让我翻身。这些念头很真实，但是这张牌要提醒你真正厉害的人他会先稳住自己。所以这张牌啊，耐心，它不是叫你躺平什么都不做，而是叫你停止去乱跑乱冲乱抓东西。这张牌它的副标说你穿过黑暗走向光明。这句话很深代表说可能你们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成果，我还在低谷，我还在沉默，我还在等待，但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很多的转机它都发生在看起来表面上最安静的时刻，就像种子在土里发芽，或者是高手他在出手前他会先沉住气，不会让敌人那么容易发现他。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沉淀的时期啊，它不是空白，不是浪费，它只是蓄势等待。那这段时间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停止无效的社交。第3组的朋友，可能你们以前对很多人都很好，很愿意付出，但是现在你们要开始学会去分辨谁靠近你只是想要利用你，或是谁他只是嘴巴支持你，但背地里又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谁是真的欣赏你，愿意拉你一把。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呢？因为你们的人生的能量很有限，所以不要再浪费给错的人。那第2个就是要稳住你的心因为你越急啊，越容易掉入下一个坑，可能乱投资啊，然后被其他人就是骗走你的钱，因为你太想要成功，乱相信人，乱合作。所以这张牌想要跟你讲的是，你要先安定住你的心，再做决定。
因为冷静的选择，它会带来更加长久的一个结果。同时啊，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将会练就出更高的一个眼光。好，虽然我们受伤，但除了受伤之外，我们也学到了很多。除了伤口之外呢，我们也长出了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受伤了就只学会去防备别人，而是我们受伤之后还学会如何去判断能量场，就是这个人啊会不会耗我的能量，这个人真不真诚。这个其实就是黑暗所带给大家的礼物。看清楚人性跟接受伤痛之后啊，命运给大家的指引就是耐心，我们不要带着焦虑乱冲。好，等待那个最好的机会，等待那个好球。大家并不需要每一颗球来你就去一直挥棒，你只要等待那个球进入到你的好球带，进入到你的一个甜美区，你再挥棒就好了。所以这个耐心啊，其实是为了让你的人生的这个资源可以重新的配置，让你去做一些对你人生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陪伴你想要陪伴的人，或是照顾你的身体等等的。好，这样的话大家的决策反而会变得更加的稳定。这张牌也明确的提示出，其实眼前的出口已经存在了，只是现在光线还比较暗，你可能没有发现这个出口。但是你绝对要稳住你内在的力量，不要因为恐惧廉价出卖你的时间或是才华。当你把你自己整理好之后，当你的位置站对了之后，这个改变命运的奇迹，它自然会精准的降临到你们的身上。接下来是 Life Purpose， 好，生命的目的哦。这张牌啊，代表说大家你们的人生会从一个被动承受的状态，进入到主动创造的时刻。过去大家的人生啊，也许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解决处理别人的问题、别人的情绪啊、期待啊、需求等等。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够了，停止了，我们要为自己而活。好。真正的对你们来说啊，真正的成功啊，并不是让背叛你的人后悔，或是羡慕，或是让那些曾经瞧不起你的人闭嘴。好，如果这种成功啊，在第三组的朋友的生命当中，它只是一个很低阶的一个胜利哦。你们要拿的是更高阶的胜利。什么是更高阶的胜利呢？就是我看见第三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会忙着发光，忙着去投入你有意义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你根本没有回头去看那些人，那些伤害你的人的时间，你根本就没有空理他们在想什么，因为你自己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现在对你来说根本连名字你都忘记了。那段曾经困住你的一个噩梦，现在对你来说，你真的已经完全的不在意了。大家，你们即将来到一个生命完全自由的一个状态，你会去建立自己的舞台，你会去创造自己的一个位置，你们会吸引更高质量的人脉。当你开始专注在你的人生使命的时候，你自然会吸引那一些有能力的人、有格局的人、真诚的人、愿意互相成就的人。同时啊，财富也会开始靠近你们。当你开始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的时候呢，你的价值感会提升，同时你的收入模式也会改变。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在适合的时间点，把你手上所拥有的资源啊，去转化成无可取代的回忆跟体验。同时啊，这张牌也想要告诉大家，你们不用真的等到就是累积到
某一个很巨额的数目之后才开始过你的人生，才开始生活，而是在这个资产累积跟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依然能够去专注于生命的甜美跟美丽。也就是说，你会善良的去管理，有意义的去管理你的财富，但同时我看见你们也会善良的去对待，慈悲的去对待自己有限的青春跟体力。你们的人生啊，这个目的啊，它不光光只有资产而已，还包括了很多个不同的面向。有的时候啊，大家因为金钱啊，或是生活的低谷而焦虑，这个焦虑通常来自于你可能把未来看得太重，却忘了去照顾现在的你。其实现在的你是拥有最强大的体验能力的，所以请你们去稳住你的内在，去体验那一些你想体验的生命的经验。好，这张牌同时副标题也说啊，你们的显化时刻到了。你们要知道有些人生的体验它是会折旧的，或是说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做，以后可能就没办法做，或是在做的时候那个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这组的朋友，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我们不需要等到很有钱之后才开始生活，而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体力跟感悟，还有你所拥有的一切的关系跟资源，这些都是你最有价值的筹码，最珍贵的资产就是时间。所以当大家在往前走的过程啊，我看见你们会选择走的这条路，它是通往灵魂扬升的道路。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更高阶的现实主义，你们活得丰盛，而且自给自足，有一种就是自己就可以让自己很开心的这样子的能量，财富自然会随之而来，自然会被你吸引到你的身边哦。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4张牌啊，大家被某些事情唤醒之后，看清楚人性的真相。你受伤了，但是也因此变得成熟有智慧。你们停止乱冲，在黑暗中去沉淀你的力量。你们走向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它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塔罗牌给大家的一个指引哦。我看见大家专注在自己的生命目标之后啊，其实你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到那一些欣赏你的资源跟人脉。你也会排除那些不值得的人，不善良的人，那些会趁火打劫的人。所以呢，当你终于站上自己的主战场，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强大的一个靠山哦。好，我们塔罗牌的第一张牌是金币牌。哇，这一张牌恭喜大家哦！你们第一个好消息就是钱啊要降临到你们的身上，请你拿着大水桶来接。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兔子啊，它在这个金币丛中悠然自得，满地遍地都是金币，有点像是天要掉下很多的金子在你身边。这个时候大家要做什么？当然是拿最大的水桶去接，而不是拿一个很小很小的杯子。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这个幸运时刻要来临了，所以你要迅速的从前面那个烂人烂事的状态抽身。因为如果你还在跟那些烂人烂事争斗哦，这个天降金币的时候啊，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天降金币了，或是根本来不及出去接。我们要站在对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要跟这些烂人烂事说再见，优雅的守好我们的资源跟位置。这一组的朋友啊，这张牌会出现啊，也代表说其实大家你们对于安全感跟自主权真的是极度的渴望。
兔子啊，它不像猎犬一样奔跑，它会选择建立自己的领地。也就是说，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正在致力于建构一个不需要依附他人，也能够自主运行的一个财富的系统。所以呢，金币9就是来帮助大家翻身的。当这个金币9要下金币给你的时候，我们绝对要站在一个对的、正确的一个位置哦。好，下一张牌是魔术师哦。中间啊是一只充满灵性的乌鸦，它桌上呢有一些魔术师的工具，星币、宝剑、圣杯跟权杖，四周呢还有萤火虫，它点亮微光。这张牌代表什么？万事俱备了，什么东西都有了。魔术师啊，他并不是凭空去变出东西，而是魔术师他掌握了元素的规律，所以魔术师出现在你们的牌组，代表说第3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具备成功胜利翻身的所有技能。现在呢，差的就是你要去按下那个开关哦。接下来你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情绪跟正确的位置，不要在错误的领地去发挥你的才华。如果呢，你在一个不尊重专业或是充满负能量的圈子里面，你即使再强，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但是如果你来到一个适合你的共振场的话，你们每一份才华都会变成显化的力量。所以现在这个时刻很重要，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刻。魔术师想要告诉大家，你手上的工具、你的才华、你的智慧、你的经验、你的专业已经慢慢的在累积足够了。现在呢，我们就是要精准的按下那个按钮，启动你的时刻。你们并不需要向外求援，因为奇迹的开关就在你的手上。好，你们是一个随时能够启动奇迹的人。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牌是宝剑6。宝剑6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量呢？很厉害的能量哦。好，宝剑6啊，一只乌鸦，大黑鸟，它带着它的幼鸟站在堆满宝剑的岩石之上，它望向远方哦。这是一张关于离开的牌，你看，它想的是它要飞走。好，离开呢，并不是逃避哦，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迁移。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经历一条孤独之路，你们可能会进行物理性或者是心理性的一个隔离或是搬迁，比如说离开那些整天传播负能量的群组，让你觉得很焦虑的讯息哦，这些都是一些杂乱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移开。我们要带着我们的未来就是这只幼鸟，去往更安静的一个远方。所以呢，我们要避开市场的杂讯，我们要筛选社交圈。当大家安静下来之后，你才能够听见宇宙的指引，才能够在你的奇迹时刻降临的时候保持绝对的清醒。所以我们离开不对的位置，是为了腾出空间给对的人跟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8。圣杯8啊，它也是一个离开的能量哦。它的离开啊，比较像是选择一个更好的环境，离开那些看起来很成功，但其实把你困住，让你很心寒的一个环境。你们现在的体力跟健康啊，真的不要浪费在跟那些恶人恶事对抗，你要直接的去穿越，就是远离他们，不要再花那么多心力去跟他们纠缠了。我们看一下这张牌哦，松鼠啊，它背对着8个排列整齐的圣杯，它望向远方的山川跟河流。大家发现这个圣杯，8个圣杯都是满的，而且排列得很好，但是松鼠还是选择离开。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高阶的止损。
当你发现你现在的成就，这个环境已经无法支持你的灵魂扬升的时候，即使再可惜，还是要转身。这张牌啊，是想要告诉大家哦，如果你现在正在处于一个还算安稳，但它其实会让你慢慢枯萎的环境，你不要去怎么说？不要继续的待在这里，你要去体验你想体验的一切。因为你们人生的目的啊，并不是死守着这8个你已经得到的杯子哦，而是去寻找那一条通往灵魂自由的一个河流。所以你们不要纯粹为了累积而累积，你要敢于离开一个不对的好位置。当你敢于抛弃那些不再让你心动的成功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拿回了生命的一个主导权哦。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塔罗牌的结尾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提醒，也是一个祝福。这张牌是世界牌，它代表了最终的圆满跟体验的一个巅峰哦。这一组占卜啊，终点牌的鹿是这张世界牌。大家看一下画面中这一只大的鹿，它在低头凝视着小鹿跟发光的一个地球，它象征着传承跟圆满。它可能回应了你对下一代的一个投入，或是一个教育的投资，也象征着你跟长辈跟前辈大佬的一个连结，资源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好，对于你们来说啊，这是一个生命资产的圆满的配置，不单单只是金钱的一个配置，它是一个整体的与宇宙共振的生命的状态。你们可能会发现哦，对你来说最珍贵的财富，不见得是银行存款里的数字，不见得是有多少房地产，而是你的时间跟你重要的人。牌来到这里啊，其实大家整个翻身的剧本已经写完了，接下来就是生活，接下来就是去创造那些不可逆的生命的体验，比如说你的探险、你的探索，跟你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好，你们的人生啊，在前面这个金币9跟魔术师的时候，其实已经让你站在对的位置，让你的人生进入复利的模式。所以呢，你们已经从受伤的疗愈者变成命运的一个建筑师。最后我们要体验的是终极的复利，就是关于你的人生跟财富的终极的复利，达到一种灵魂圆满的状态。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提醒大家哦，请你在还有体力的时候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体验，去感受。在对的时间体验人生，它是一种智慧。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战争结束了，你们已经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你这一路经历的背叛、孤单、委屈跟觉醒，并不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厉害，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走到最后一张牌啊，你们会发现，其实你已经可以很平静的去回想起你的过去，但你的内心不再会被情绪牵扯起伏。你们可以拥有，也可以放下，你可以站在人群当中，但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同。我看见你们已经获得真正的自由，同时世界牌也在给你们真正的一个祝福。接下来你们的人生啊，并不是在拼命的活下去，而是开始学会好好生活。你会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人，你会把能量放在值得的事情上，你会开始体验以前啊可能不敢体验、没空体验，或者是那些被忽略的美好。它可能是一段你想要去体验的关系，或是一次旅行，或者是你想要执行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呢，你们终于会去明白
有些时间过了就是过了，错过了就不再回来。所以呢，把握当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说啊，你们的这一生不见得是要来证明我银行数字有多少钱，我多成功，而是来体验你能够活得多么的真实。所以当你走到事件牌这一步啊，你们不再急，不再慌乱，也不再害怕，因为你知道，虽然这个世界很大，但是你们已经站稳了自己的一个位置。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曾经被打碎，但是现在的你已经重新的完完整整的被重组过，拼好过。你可能曾经不断的向外去寻找答案，但是现在的你们本身就是答案哦。这一张牌并不是结束，而是你人生真正开始的一个起点哦。翻身的终点不是你赢得所有，而是你终于不用再跟谁竞争，你终于不用再赢了。好，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讯息有帮助到大家。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了。如果你也想要给自己一个礼物，或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的话，欢迎参考这门课程的内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